闭门坑。来哦，哦，来。好，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来，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声音怎么样？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国党的秘书长史立子，每个礼拜三又在我们金章的直播节目跟大家见面，非常的欢喜哈，跟大家问个好。我们待会儿来讲一下那个伊朗被这个美国重的铁拳一打之后，发现中共提供给他的号称全世界最先进的雷达跟飞弹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哦，大家都安啦，放心啦。我们一直讲中共就是个纸老虎啦，哦，他要打台湾，讲他外嘞啦，哦，你看那个大陆跟台湾中间是隔一个台湾海峡哦，嘿，那个是有多么艰难的，他的那个雷达什么飞弹完全都形同虚设，那个太好笑了。我们待会儿来讲一下这个，我有把那个资料整理。好，声音可以，谢谢。那今天的题目是用工总理事长潘俊龙痛批韩国瑜，副文局不要再乱了，赶快通过预算。这个就我一直都在讲嘛哈。其实立法院的代志最后一定是这些什么，这些工业团体这些人站出来，尤其是关税的问题。这些传产如果再被他这样搞，15%了，没有办法用15%，被他像川普对韩国一样15%立白，增加到25%。我跟你讲，这些工商业团体哈。中南部会把国民党跳起来很棒，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果然这些人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们出来发声有点太晚了。不过至少是出来了哈。那你讲了哈，国民党地方选举的人会不会吓死？我是地方上要参选的，你给我无去出来啊？我是我票我现在跟人要票哦，所以说这些事情可以啦，让他这样继续发展哈。这个基本上。国民党中央郑丽文你一定呢，跟国民党的基层什么代表议员乡镇长议员，我讲这完全因这个已经是南辕北辙，你知道，完全拢双头马车，价值拢无同款。因为郑丽文因这阵呢，因都满脑子都是想讲，台湾无选举啊啦，台湾就是中共马上要来啊啦，咱就是直接紧的配合中共来统治台湾咯，咱就像大陆安尼一党专政我郑丽文我就是做什么台湾特首，什么台湾什么挖沟，因都满脑子在想这啦，我真的没骗你，你可能还感觉足奇怪，他怎么会这么想，对不对？那么聪明的人怎么会这么想？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真的就是安尼。嘿，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啥？卡着音，你知哦？迄人啊卡着音，一头讲，我讲规个拢就是迄个想法尔。一直到今天，他还在迷信中共很快会打来台湾。你就是觉得太可笑了，都是真正是卡着音。这是因为啦，因为他的党中央跟地方的什么利益不同对啊，地方上是需要什么？地方是要选票，党中央是讨好习近平就好了嘛，所以郑丽文一直在讨好习近平，他根本不管你后面怎么选，就连那个什么，连吴子嘉讲都这样讲过嘛。郑丽文，你如果去政协会之后，大概你根本都没算了但是我看，可是郑丽文到今天，他不是不知道，他全心全意还是想去见习近平嘛。我老娘自己的权利比较重要了，你们这些地方选举跟我什么关系？这就是什么？所以我常讲，一个党它已经没有中心思想了没有理想，没有中心思想，它只有利益。这个党是一定要毁掉，这个一定要被时代淘汰了。不要说什么，就算一个公司你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旨目标，你都可能很难做，何况是一个政党。所以但是台湾的什么？台湾人民的包容，应该说台湾人民的懦弱了。你居然可以忍受台湾的政党基本上都没有目标，没有宗旨，可是你还在投票给他们，是不是？这个其实我跟大家交流一下，这个就是我上次讲的，其实台湾的民主政治、政党政治的发展，它随着这个时间慢慢推移、慢慢的发展，已经咱嘛行到一个
探站行到一个转折点，你知道？规个世界你看民主社会美国从民主党拜登转来换这个共和党川普，迄时阵谁会知道说有一天美国的共和党会有一个川普这样的理念思维，这么的坚持反共的总统会出现，没人想到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其实真的都是在做一个很大的形势的改变。台湾的政党政治，我跟你讲了，也走到一个转折点，就是什么？就是我上次一直跟大家讲的，台湾要走入一个正常的政党政治，就一定都是台派的执政党跟台派的那个反对党，也就是在野党。你看世界的局势不就因应而生，就让台美党出现了，对吧？我跟你讲，国民党也真的就走到了以后在台湾阶段性的政治的工作嘛，也是结束了 game over 的啦，所以才会出现一个郑丽文这块满脑子跟他想到要跟中共在一起，跟他满脑子想到台湾已经无够需要行民主政治，台湾就是要紧叫中共来啊，对吧？因为就是满脑子那种独裁专制的思想嘛，我们才会去让郑丽文去动算，还那么高票当选，而且郑丽文身躯边围了一圈都是拢迄乌萝卜坐遐，对吧？你看韩国瑜啦，迄规个满脑子，因拢认为中共就伟大，中共的就是他的老爹妈的，叫中共赶快来。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形势已经改变了我们现在真的大家思维爱改变，台湾将来那个良性的政党政治，一定都是我们台湾人真正爱台湾的、真正反共的台派的执政党跟台派的那个在野党，就是这样，就这一条路了啦。所以说嘛，在政治人物来讲，韩国瑜这种去中国读8、9年了，然后呢，台湾的国民党政治人物基本上都以拿什么中共的学历为荣。可是你要知道，拿中共学历一定是被洗脑这一群嘛，是不是？他读什么？他读马列主义嘛，他读那些虚幻的东西嘛，所以他们也开始变成像中共一样，没有逻辑思维，只有什么辩证法。然后你讲啊，这两赖讲了，那么一点逻辑都没有，让他翻来覆去，这个就是辩证法。而这一群人现在正在控制台湾的国会嘛，韩国瑜嘛，还有在傅昆萁、季鼎郎嘛，都是拿中国学历的嘛。所以我当时我开始指出这一些的时候，有很多在学界的人就开始把他什么在中国学历这块删掉，已经开始很多人删掉。我看到很多政大的教授好几个删掉。不要这样，我们台湾的正确势力在崛起。没错啊，他以前敢这样，他以前觉得我把中国学历放在我的那个经历里面，我觉得是个加分呢。基本上不是啊，基本上他没有觉得是加分了，现在他会害怕。所以你说我们台派的胜利，这个胜利之后，我觉得政府更应该什么？更应该用国安法来处理这些事情。没错，人家世界上是说不能有敌对的东西在自己国家，何况你的政治人物被敌国专程送去中国给人家洗脑，然后回来颠覆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你不能用国安法来处理吗？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哈！所以也就是说，对啦，我们民进党的左派思维，他真的有在包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右派政党一定要起来，一定要让所有台湾人感受到，没有右派的政党主啊，对这个国家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哈！而且呢，我先预告一些事了哈，但我很多事可能我今天不准备讲太多。但是我跟各位预告的是，我们党的方向会有一些改变的。最近我们会有我们党面临一些问题，我觉得很多党员反弹很厉害哈，所以我这两天会密集的跟我们的什么党员做网上的讨论嘛。我今天就还有2个会要开，待会我要回去要开会嘛。所以说我先跟各位党员报告一下这个事啦。至于什么事情到最后，就过2天我们成熟再跟各位讲。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有点在偏掉了有点偏掉了。这个是我还是觉得政党一定要有诚信的。我这种人没有办法忍受别人不诚信，我自己也不能做到不诚信，我太难受了，这样我太难受了哈。
就是以前本来说我们是柔性政党嘛，不收党费嘛，现在好像有在酝酿要收党费啊，或者是要募款啊。上次才募款没多久，现在又要募款啊，我觉得我心里不舒服了，而且违反了我们的什么政党的什么，我们政党的精神，这不是我做人的什么的原则了，好不好？张敏南75块懂了，谢谢。好，这这件代志可以说很重要，也可以不重要，但是我就觉得一定要有人出来，力挽狂澜了，不能让他偏这个政。我虽然在政党里面没有角色，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可是对这个什么，对我们的方向有偏差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拉回来，一定要拉回来。这个事情也让秘书长让他陈主席帮我们讲一下。其实我觉得一切我们平常心，就如同我最早跟廖董在讲台美党，迄阵咱是讲，台湾你看咱这个政党政治民进党他们比较偏向左派，对不对？然后他们比较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那种概念，也就是走台湾建国这个路线。那我那阵我就是在讲，大罢免之后，我们就在讨论说，你看那个国民党已经都规个都招精体，都是已经说难听一点就是投降共匪嘛，这个怎么可以在台湾的政党政治里面是一个最大的反对党？这个是违反整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嘛，他们根本就不是爱台湾，然后变成是一个最大反对党。当时我两个在讨论这文代志的时候，有一天就有这个声音说，其实台湾在很多年前就有很多台派的朋友在美国、在台湾、在世界各地，他们在推一个其实台湾是可以加入美国成为一州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啊，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你看，尤其都后，你看美国他们的政党政治也是从左派的民主党然后转到这个共和党右派的这个川普总统，然后川普总统一上来就讲了，世界已经改变了我要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什么新秩序？就是黑白分明我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跟邪恶的那个集权的独裁的国家，我们绝对不再像以前这样妥协啦那个绥靖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川普，他怎么会说格陵兰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州，加拿大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州？哇！一种我们刚好在谈论这个想法的时候，刚好看到川普这样，所以我就跟廖董说，廖董，迄阵伊就甲我讲，凯利其实我足早几啊年前，我都有这个想法啦，我嘛参加过一个 FV 面顶有一个社团，伊嘛是在推动台湾要加入美国一州，台湾加入美国一州这了，我讲安尼就对啊，我讲时机，这个时机到啊，你看美国川普总统就是咧杀这对吧？所以我讲台湾比格陵兰、比加拿大绝对是对美国的利益来讲是重要，会差不多1万倍迄阵廖董就讲，安尼来推这个美国加入，台湾加入美国一州，可以跟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给台湾人多元化的选择。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个事情从最初的这个起心动念，就是我们廖董他的那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认为我们要走美国的这种共和党的这样的一个美国政党政治这种路线，美国就是一个柔性政党嘛，所以伊阵就讲，咱若要安尼走咱就要跟美国接轨，对吧？所以跟美国的那种政治的模式一样，我们走柔性的，不要收党费然后你要参加我们的党，你就像美国这样，你都可以随时来登记，然后你要随时离开就离开，要让大家变得，你既然要融入美国嘛，你就要在政治上，你也要跟他的政党政治很趋于接轨这样。所以我感觉讲很多，因为咱台湾过去政治都是很刚性，对不对？非要什么缴党费，然后一个不小心还有党里面还有什么考纪会还要给你开会开除党籍，刚刚不刚像那乌道的对吧？你看我前阵子卡到音的国民党竟然他的中央考纪会给他寄一张通知给我讲我是入党
将近45年的资深党员，公告我开除党籍啦，还寄一个那个开除通知书给我，你看我追准我。好，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你要跟美国接轨啊，对不？然后现在很多慢慢的随着台美党慢慢壮大，很多的人加入，可能我们一开始这个理念也没有说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很多新加入的朋友，他都还是那种台湾以前那种政党政治那种非常刚性的那种想法，所以就开始又回到说，哎呀，要缴党费啦，要有纪律啦，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慢慢的我们把它沟通清楚，我觉得还是我要支持廖董最初的那个起心动念那个初心啦，应该要这样走才是对的啦。就是我们要柔性政党，然后不要缴党费，然后就是大家一起都是志同道合，我们一起来发展台湾的一个真正的良性的政党政治，就是全部都是爱台湾的台派，然后我们是支持这个有执政党有在野党。我前2天看廖董的那个直播我很感动，就是为什么他在直播上，我不知道各位你前2天有没有看，他说现在就很多民进党的坚定的支持者都开始底下咧批评说我们台派的人成立一个台美党就会去拉到那个民进党的票啊，怎么样。我跟你讲，廖董真的是用心良苦，他就在直播讲了嘛，台湾要走入一个良性的政党政治，国民党这种的已经是在时代的新的这个秩序里面已经淘汰掉了。所以国民党留下来这个基层的有台湾人有外省人这些基层的乡亲是我们台美党要去沟通，要去争取他们的支持。你原先你就坚定支持民进党了绿营的，你就继续投给民进党这个不是台美党要的票，但是我们都是台派，我们都是爱台湾，这个心是没有变，对不对？那人家台美党廖董说了，我愿意带着大家，我们要去到蓝营的，到国民党这个已经被时代淘汰掉，这个他留下了庞大的这个叫做执迷不悟不是执迷不悟，叫做这个误入歧途的这些基层，这些蓝营的这足多东西咱家己台湾人，你知不？还有那些所谓的外省2代3代，那个才是我们台美党我们要努力的去争取的。这个格局够不够大？对不？这个理念对不对？廖董努力的要让台湾走上一个真正的良性竞争的，而不是对立的，不是仇恨的政党政治。所以台美党的工作将来他是要把最大的心力去把国民党的基层把它叫做误入歧途，要让他们迷途知返，回到爱台湾的这一条路，这样形成2个真正的政党政治，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说对不？这是我那天在直播上听到廖董讲了，我真的非常感动所以各位你不要再去想什么台美党会去拉到民进党的票，一个堂堂已经执政了多少年的执政党，已经拥有多少的资源的一个政党，台湾人不可以，台派不可以成立一个党来跟他做良性竞争，你不干嘛做好笑的对吧？有什么他的票难道就永远就是那一个局限在那里吗？对不对？人家台美党有这个雄心壮志，要去把国民党遗留下来这广大的蓝营的这东西，咱家己的乡亲当然要给诱拐啊，对不？很多人叫我不要骂民进党，不要骂赖清德了。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骂，我是督促嘛。那我问你，我不懂吗？那我如果是抢你民进党的票，我跟你讲民进党好处就好，我把你拍进去捧高就好了。我为什么每一集都要谈到他某一些缺失？我就是要告诉你，我们就是要什么？要监督赖政府的，监督民进党的。我不是要抢你的票，我这样的话得罪你没有关系，因为我还有中间选民，还有什么蓝营的那些反共派，我不相信。我跟你讲，我从来都讲这句话，我不相信蓝营都在亲共这个绝对不可能，不可能，怎么？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呢？他们比我们更恨共产党啊！对呀，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投票给你民进党，所以他们含泪投票。
然后搞那个郑丽文，让他这个含泪都投不了票，说你不跳出来抢这个票，我问你，什么时候才能抢？这么好的时间，所以你不用再担心说，哎呦，你出来的是不是亲外表？放心了，我们要什么抢台派的票，只要反共的台派我都接受哈。所以我希望我这理念大家更要清楚的接受了。我们是只要反共的，而且你没有前科的，我就接受你入我们的党嘛，是吧？我就讲个例子嘛，我上次不是讲吗？我有一天去参加那个都是蓝营的地方的意见领袖、金主什么调啊卡聚会啊，啊，我就底下讲啊，三讲两讲，我就讲到，最近咱台湾成立一个台美党，因为什么是台美党？我讲现在主张台湾可以加入美国，成为美国一州，因为大家看新闻咧，什么川普美国讲啊，加拿大会使做美国一州，格陵兰会使做美国一州，因拢已经有迄个美国的迄个新闻的迄个观念啊，你知道？我一讲了，我告诉你那一桌都是那个国民党基层的，迄拢是什么议员的大条啊卡啦，啊无就是迄乡镇长的迄个秘书啦，啊无就迄意见领袖地方的迄有钱人，都因去倒的迄拢国民党足西中的，他们跟我讲什么？说哇，凯莉这个台美党厉害，这个好，这个我们认同。啊，我问你啦，你不是一夜就可以知秋吗？啊，因这点的拢系死国民党的，迄拢非常坚定支持，而且拢台湾人拢不是外星人你想想看，你以后你台美党，你是不是就是要去跟他们做朋友，就是要去跟他们沟通理念嘛？这些人将来都会是我们台美党里面所谓的台派台湾人的我们的力量嘛，对不？过来你说到那个外省人，我讲。大家都足了解啦，外省人的家庭哪一个人不是只要有一点点成就，就是往美国去，就要到美国去拿绿卡，对不？我跟他身边的多少外省家庭都是小孩子都要送去美国，这种人，我刚才到时候就是台美党跟复国党我们两个合作，我们到那个外省族群的那个圈子里面去，我讲办几届那个说明会，对不？因欢喜干的啦，对啊，对不？你不能只有高层你们有能力的人去拿绿卡，那我们台美党就是让所有台湾人都能拿绿卡，对啊，这有什么不好？对，这个事情我想讲开了，就我不相信反对人会多少了，反对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论述是对的，所以很多人出来弹嘛，但是一定会当中会我们的过程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挫折啦，我希望我能力挽狂澜啦，其实我跟你讲啦。我一直讲嘛，这个时代已经没赶快了，时代在做一个很大的转折的时候，那个青红交接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本来就是很多观念，所以我说人是分三种人嘛，一种叫先知先觉，一种叫后知后觉，一种叫不知不觉。但是你要了解呢，那个先知先觉能够先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的那个，毕竟是很少数的少数嘛，对吧？后知后觉跟不知不觉，这个是爱让不断的去跟他宣传这个想法理念，他才慢慢能接受。所以台美党的这种提出这么一个新的多元的选择，我跟你讲，这一定要有一段时间的发酵酝酿啊。这一定是这样嘛，这个我做生意跟政治都是一个。做生意是卖一个产品，你一个新开发出的产品，你要去卖给消费者，你也是要经过他也知道，他自己也做生意那么多年，对不对？他也开发过他的新的产品啊。你看我们要推广给我们的客户，那个也是要是有一段酝酿期跟说明期，要发展期，这个跟政治的理念一样嘛，对吧？推广商品很简单一件事，站在客户的角度。看到客户的需求，而不是看到我的需求。对啊，我们做政党一样一样啊，一样是这样。只要所以我说嘛，黄仁勋讲的嘛，要有品味，要同理心嘛。我讲的每句话都是让你听得懂的。我们讲话目的就是让你听得，这就是同理心啊。对啊，所以说这样的我们这样的特质，在现在的政治界没有，我们是独一份，好不好？所以未来往这边走了。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凯莉在拍那个什么支持川普的这个影片，我看到还是蛮感动的哈。但是因为我们政党没有成立嘛，他本来让我拍了，我说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 nobody 啊，在这个政党我是 nobody，
所以我来拍没有意义。但是政党又还没有成立，所以我们在节目上稍微谈过，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我们现在怎么以什么名义？台美党，我都没有，哪有台美党啊？台美党筹备处，我都觉得有点那个了哈。所以他们抢先的一步是对的了哈，这样对。这就我说了，其实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过去的生活的过程中哈，经验中，其实好事真的就是都是多磨哦。你刚我听到秘书长廖董秘书长质证跟我讲，上惊台美党内政部拍回来讲，党章有多位吼，内政部的承办的他们有疑虑啊，怎么样？啊，我跟你讲，内政部因就是死脑筋，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过去台湾都是一直都是那种非常刚性的政党嘛，像个黑道一样，对吧？动不动要给他开除党籍。那突然台湾有一个以柔性政党走美国这种的模式的章程，他接受不了啊。所以曾经我跟你讲，曾经很多那些我跟一些小党在一起，在讲内政部这个政党负责的这个审核的这个小组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们应该是在服务政党，而不是我们是听你的在那边做决策，所以就很奇怪啊。复国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第2次才成立成功啊，我们也是第1次开完成立大会也嘛是没成功啊。对啊，所以好事多磨啦。我感觉他其中有一条啦，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收党费，那你们请他来。那我们说乐捐啊，他说他说我们请他议员到多少钱？这个东西啊，有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的。因为他说党费是固定嘛，可是乐捐会变成洗钱，我直接公下销为啊，那政党的募款不能募款吗？所以我跟我确实他有一些生死矛盾的，不过我们没办法，人在屋檐下，我们照他要求我们去做嘛哈，这只能这样的哈。所以我今天看到一个啦，就是说那个什么伊斯兰极端组织宣称殉教者死后在天堂可享用72位处女，我的靠腰啊！这宗教呢？宗教怎么会这样？这比黑社会还恐怖吧？所以我就讲，所以咱就讲那个啥，伊斯兰的这种邪教啊，神棍，伊朗是一个神棍政权啊。以前我不太敢批评回教，你知道吗？我不太敢批评，但是我看到这个，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我就跟你讲，他就真的是邪教。所以呢，而且你意识到，如果你在战场上被女人杀死后不能上天堂。所以美军派出女兵来轰炸。你看这个，我跟你讲啦，人其实人喺就远古的时候，因那个所谓的伊斯兰教啊他们的那个经典是非常的正常蛮非常的有人性关怀跟咱的佛教迄个慈悲大爱同款，迄是尾啊慢慢演变结果尾啊有一寡迄伊斯兰教的人因讲改，你知道，因为着因家己的私心自用把迄伊斯兰教不断的经过多少年这样一直改到就今天你看到为什么现在大家只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尝试的人会认为那个伊斯兰教就是个邪教，因为因讲人迄最原始迄最非常好的那种伊斯兰的教义讲改到变做啥？一个人如果你为这个伊斯兰教牺牲的话，你到天堂去就可以享有很多的处女。我跟你讲，因为他们那个以前他们就都很贫穷嘛，所以他们就为了要去迷惑那些穷人，他就给他画一个那个大饼人性嘛，这个我这么穷，我一辈子都摸不到美女我如果为这个教去殉教我就可以到天堂有70个处女在那边等我，给我玩。看有这种教嘛，对吧？很莫名其妙嘛，所以你看以前伊斯兰因黑就恐怖黑邪教因都叫那个小孩子有没有背着炸弹？我问你啊，你一个小孩子，你怎么会有那个勇气背一个炸弹，然后踢开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群体，然后丢黑炸弹自杀那个就是他们不断的给他训练，就是你去做的事就是为我们这个真族那个殉教，对不对？然后就那个天堂就有刚刚讲嘛，72个那个处女已经脱光衣服在那边等着你来了。哇，干那小孩子几凶，妈的争相恐后
哦，他也不知道那个背着那个炸弹刀啊，那安全栓这样一拉哈，会爆掉啊哈。其实不过话说回来，他那个一拉哈，其实那个瞬间爆掉，他应该也没有什么痛苦了。然后他就一直认为一拉就可以，上天有72个处女在那边等他。你看这个教有多邪恶啊！真的是邪恶，确实是邪恶哈，太邪恶。这个 Morning 他说柯文哲募款都不用申报，我跟你讲哈，我就是知道柯文哲募款不申报，所以我们募款要很小心，我不要走他的后尘，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对这个钱处理是非常非常小心的，非常非常小心的。我到今天都没有碰过钱，我的钱都是别人在处理的，就是我知道我这样的人一定会被很多人俩康俩胖，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这一块我可以做得到最干净了，你们放心了，我永远坚持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募款，就这样，我不愿意这个时候募款，因为你政党没有成立，你怎么可以募款？对，到时候惹了一身骚，你知道吗？哈，就是这样的，好不好？还有啦，他们说俄罗斯啦哈，中国很奇怪哦，他现在明明在俄罗斯很乱哦，中国一直在鼓励中国人去俄罗斯旅游，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我看不懂。他讲要帮助俄罗斯的经济嘛，结果这些人到俄罗斯受到很大的伤害嘛。然后现在俄罗斯出现一个新规，你要长期居住在俄罗斯，你必须要去服役1年。我靠，你知道吗？这些新兵一上战场，几分钟内就死掉了，你知道吗？因为乌克兰现在的炮火太猛烈了。这种事情你看，所以说共产党有没有把他人民当人看？所以小粉红，你如果出来分享出来，我就再跟你讲这件事情。共产党希望你们去什么俄罗斯玩？如果你是长期居住在俄罗斯随时可以征你去当兵，当1年，不用1年啦，你能够活3天就不错了，还1年呢。对，你可以知道说你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把你当人看过啊？这些东西都需要让更多不知道的人了解这个事啦，再把这个事情要让更多人知道了。还有魏哲家打脸国民党说，为什么要在美国扩厂？因为客户的需要，我们现在为止产线全满了。基本上为什么股票会到2000，台积电会到2000块？它的股票它的产线全满，而且明年也满了，后年要盖的生产线也被定了，就是这么简单。那魏哲家讲这清楚呀？后年还没盖的厂厂还没盖，订单又满。所以股票台积电从几百块变到2000、3000，确实有它的原因嘛。因为我讲过，以前最新的最高端的晶片只有苹果在用嘛，所以以前台积电的最新的产能是没有满的哦，所以它的股票才一直不上不下嘛。基本上要不 key 还没盖的厂房都已经被订满，这就当然最近它会，所以我之前很多人在讲台积电这么好，我说稍安勿躁，因为已经涨很高了嘛，所以最近会回档，我觉得可能会回到3万点以下了。这是必然的啦，涨太凶了嘛，哪有人直接涨到3万5的，2万多涨到3万5，那有可能不回档了？开玩笑。所以还好，我之前有跟各位提醒啊，这个时候不是进去的那个时候了，所以确实有掉下来，再等一下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台湾人能够有这个机会享受最好的红利。我说。美国人不一定要努力工作了，美国人只要买对股票，他就几代人吃不完了。我们台湾已经开始有这种迹象出来了。比如说我跟我黑前面滑嘛，不是9000多块吗？一张股票要1000万呢，所以一张股票就一栋厝啊，就现在台湾已经有这种情况出来啊。所以说好好的守住台湾啦，而这个可能只是刚刚要起飞的，所以我说百年腾飞刚刚要起飞而已。可是你也知道，这个波段已经上太高了，它一定会回档一下嘛，是不是？所以说世界上对不对？那些空头在找理由嘛，然后35000点就给你打下来一下，所以有时候不要跟啦，不要追高啦，那么它跌下来它跌下来的时候，你就有信心说这个台湾股票这么好，跌下来我就去 kill 这你才有机会赚钱啊。我虽然没有玩股票，可是我过去很多我看那个所谓的股市专家。其实都讲一句话的真理嘛，叫做逢高你不要追嘛，因为股市是起起伏伏，对吧？首先你要选定那个绩优股，然后逢低你就要去进货，对吧？然后呢慢慢买，不要卖嘛，你也没看没紧，你就慢慢的每次回档逢低你就去买哦。
我有一个好朋友哦，甲阮做医疗器械，人伊就是安尼啊。我讲伊最近甲我讲，我听了嘛足羡慕的。伊讲伊敢若一支股票哦，就是就这样上下买哈。他下的时候买，然后上的时候就卖，因为他他拥有了那个迄个基数，伊拥有迄个资金较多，所以伊一届拢买200支、几百支安尼。伊讲伊最近安尼1年来安尼吼，伊赚600万。我讲伊讲敢若迄支股票尔吼，但是我歹势讲什么股票，我你来去买，到时无赚咯，对吧？就是安尼啊。所以我来讲一下那个最近最热门的那个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在一夕之间所有最高层的决策小组拢替那个神棍那个老大叫做没穿内衣对吧？哈梅内衣要开会，然后被一锅端我最近看了几个报道，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给大家一个信心了伊朗呢，因为他就是一直是这个中共暴政的小弟，对不对？所以伊朗因为他就是跟美国他们那就是一个邪教的政权嘛然后每天喊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从地球抹灭掉，然后要让美国去死。规工因那个莫名其妙的政权那个老大伊斯兰那个老大都是拢规个拢画这个话呢。好，你终于画久啊，对吧？美国以前民主党在执政的时候，那拜登拿他没办法好，现在换川普上来之后，川普我不是跟你讲吗？人家就是嫉恶如仇啊正义跟邪恶绝对没有在什么妥协啦，跟你在那边讲黑无为就是跟你黑白分明。好，要修理你了。听说这是英国金融时报前2天写了一篇报道，就是说因为现在芯片很重要，对不对？现在就讲究是整个世界是 AI 的时代，对吧？算力嘛这个廖董最懂了。就是他们说美国的科技跟以色列科技用这个芯片，用这个 AI它竟然能够入侵伊朗的所有的只要它设的任何一个摄像头摄像头最多的不就设那个十字路口路上的那些交通的摄像头嘛还有他们伊朗的各个重要的官员的重要的场合，他们都有他们的摄像头，因为他们要监控是不是有那个敌人跑进来嘛结果没想到说这些所有摄像头通通被美国的科技呢全部入侵你看因那个哈梅内伊密底那地堡来的最神秘的那个地方，他当然他也设一个摄像头因为他要确保他的安全嘛。结果那个都被人家美国入侵，然后美国就在他的那个情报室里面就看着你们自己设的那个摄像头，你们本来以为是要防止敌人来入侵你的，结果人家就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在干什么通通被人家掌握住。所以等于是伊朗的所有高层的那些官员全部都在你们自己设的，为了要监控老百姓或是监控那些敌人的那些摄像头，你们反而没有监控到这些人，反而通通被美国的利用他的高科技 AI 全部给你入侵，就人家就看着你们所有的人生活在伊朗里面那些高层的官员所以人家后来你们要去开这个会，把所有人都召集来了，人家一下就把你一锅端。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个事实，就是因为伊朗的所有这些东西，摄像头都是中共制造的，都是中共给他的，对，海康威视啦。然后呢，伊朗的所有的防空雷达，所有的飞弹都是中共给他的。那我告诉你，伊朗等于就是你都是用中共给你这些东西，然后美国要修理你的时候，你完全通通形同虚设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是国民党每天不是在那边讲中共要打我们中共有多么的强大我们怎么样，我们还你看那个国民党那些有的没的，每次在那个政论性节目里面讲，就是中共哇海军多么强大，空军多么强大，我们好像完全不堪一击。我告诉你，就从伊朗这个事件上就看得出来，中共的那些武器根本在现代战争，在美国的这种科技里面，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一堆废铁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加入美国成为一州？我们成为美国一州，美国这里就是美国的地方，就是美国利益啊！你中共，你那个一推破铁，你要怎么来打台湾？所以不要去跟美国作对嘛，对不对？所以中国现在准备拆那个入口的监视器了，你买惊！我跟各位讲，它只要是有互联网的地方，只要它是有网络的地方，美国就都全部能够侵入，都能够侵入。骇客不是对这个还不简单？你是对国防部最新的、最严密的东西，它都能够骇进去。你一般的监控，它怎么骇不进去？没错，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哈，真的太好笑了。有位朋友说，他就是因为在看到我们的族群了哈，就他都看我们的。那个什么群里面有一点失去初衷，我说他才退的嘛。我是个敏感的人哈，因为我发现我那个群630几位，现在变成610几位，虽然退了20几位了，退了20几位不多，但是我已经感觉到有一股怨气在，有股怨气，因为他们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话不算话，各位。所以我可能必须要出来主导这个问题了哈。那你说你不收党费钱怎么来？我跟你讲很简单啊，我减少开销就好啦。我为什么要去租一个7、8万块的办公室？然后这个钱再来分摊，这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我说我们一开始甚至我们台中就跟什么，跟陈主席一样来借他这个场地，大家共同来用一下也可以啊。陈主席也没有意见啊，他也很欢迎我们来啊。我跟大家讲哈，我一开始我就跟我们廖董讲了，廖董，我们这个办公室，你们将来在台中有没有已经找好其他的地点？他说还没有找。我说我们这边跟你们一起来使用啦，我们能够跟你们台美党在一起，我们是求之不得感谢啦，所以这就理念相同，大家才好做事啦哈。所以我们虽然没有。我没什么钱啊，但是我们把开销减到最低。所以我的节目也是这样啊，我的节目我没什么钱啊，但是我用最低的成本把它撑下来了嘛。这个做生意人最重要是嘛，将本求利嘛，不要一开始把它搞得很大，然后弄得我是弄得最近有点被很多朋友找我啦，跟我讲这个事情，让我要站出来把事情处理好了啊。这个事情我们最近会给各位一个交代啊，好吧？还有啦，是吧？我昨天讲那些东西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感觉？我讲说，我开始讲人性的东西，你知道吗？用 AI 拍一支影片哈，拍什么叫霍去病80几集，用 AI 拍的哦，成本我只有有，听说1万多块是吧？对，1.4万，这个成本全部是3个工作人员用5天，3个工作人员5天的薪水1.4万，创造一个什么？一个80集的霍去病的连续剧，我那个场面之大，因为 AI 嘛 ，AI 自己编剧的，没错啊，是吧？这个世界就变这样了。我就问你，各位，首先被淘汰居然是这些影视人员啦，没错。那我还要你什么明星干什么？讲，医生也要被淘汰的，你知道吗？外科医生很恐怖啊！我上一次看那个马斯克他们的一个影片啊，那个机器人给病人开刀啊，将来的外科医生全部淘汰掉，因为你外科医生要经过很多的训练，要跟着老医师去上 table 去开刀掉，因为我就做这心脏外科，我自己当初要学这时，我嘛是拢爱拜托医院甲主任讲好，给我上那个 table， 我在底下观察人迄，因为我要卖这机器，我知影我那个心脏破开是安怎对吧所以我很有经验。将来机器人他开心脏手术，那个都定位好的嘛，那个机器人去开是微米的这样在开比你医生经过多少训练的你来开都没有那个机器人在开的精致度啊。所以我跟你讲，未来的外科医生是被淘汰掉。你看我所有医生都会被淘汰，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人一进医院，他只要做完检查，数据一出来，我跟你讲，不用医生判断，由机器判断。我可以跟你讲，以他们医界统计你的数据再完整了人类的判断失败率都会有20-30%，就惊人了。你不要以为那医生每个医生都很厉害
就算你数据给他看，他都不一定能判断出正确的病啊，所以会有误诊这个问题嘛。这个误诊这个问题，用现在 AI 来讲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哦，不存在 AI，就是说，难道哎呦这个小小一个数据差一点点，那一般人都忽略嘛哈？啊，正常是10，啊你这个有8，哎呀，反正一般人就哎差不多这了。可是这种轻微的一些差距，可能 AI 就可以从几个数据中就可以判断你的病在哪里啊。所以说这个医生第一个被淘汰，台湾人很多女人说不嫁，除非医生不嫁，因为他是最有社会地位的。可是居然最有社会地位的人，第一个被淘汰。廖董讲的，结果我想到，我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那个中共不是春晚搞那个机器人，对，他们有一个公司嘛，比较有名的叫语速机器人公司嘛，搞那个底下怕中国功夫，然后还能够翻筋斗，还能够这样跳来跳去，有没有？大家就说，哇靠妈的，中东来这厉害，那机器人已经发展到呢，惊死人。哎呀，万一伊把那机器人，提去做变成那个杀人的那个军人军事武器，他们就恐怖的。他们如果要来打台湾，一次空降来10万个这种机器人，他们就斗啊！我告诉你，完全错误。我后来真的我就想说，这个事情绝对不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为什么美国那么高科技，他怎么不去弄几个这种机器人表演给你看呢？我后来我就去找了一些资料来看，我告诉你，看完我真的笑歪了。我告诉你是这样，这不是廖董一直都在跟我们讲的，芯片未来是这样嘛？那个算力嘛，算力是很重要，对吧？什么叫算力？就是说现在这种芯片发展到极致，就要去发展。美国呢，他们是发展，就好比说一个机器人美国是所有的科技是用在发展这个机器人的头脑这个脑袋瓜里面的算力那中共因为完全他没有这种科技嘛，他也没这个能力，所以他的发展那个机器人，他都是去发展什么？他去发展这个机器人的4只脚啦，就是他去控制它让这个脚能够怎么动作，怎么这样动好，那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如果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呢，将来的机器人它是自主，是因为美国发展到那个尖端的算力了，对不对？他给它装到他的机器人里面是。这个机器的那个算力是强到它是完全可以跟一个真正的人一样，它是完全可以自主思考，自主去，他看到这个状况，他知道他要怎么去那个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会自主去避免他所有遇到的状况就像这个马斯克的那个自动的那个特斯拉的汽车一样，自动驾驶，对不对？他遇到任何状况，他会自主的去避开这些障碍。中共的那种，你在春晚看到那个机器人，是中共给他的这个机器人，他是事先给他写好一个程式，就是让他脚能够抬起来，能够翻一个空这种呢，它是没有算力，因为他们中共没有那个科技，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未来是你中共这个机器人，它只能在他那个舞台上，按照他事先给他写好了这样跳而已你说让他。这个他没有在写给他这个指令的时候，你让他下一个楼梯，他竟然连下个楼梯他都不会下，这样你了解吧？那美国的机器人是将来是他这个算力已经他的头脑嘛，对吧？这让狼之所以能够像我们这样在那边讲话，能够有这么多的思维，不断的侃侃而谈，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脑力嘛，对吧？我们脑力这个就牵扯到每个人的智商 IQ 嘛，对吧？那机器人他们叫算力嘛。美国就在发展这个，将来美国的每一个机器人那个智商是高达300、500。我跟你讲，很恐怖呢。他只要给他一个机器人，真的他就能够给他一个指令，这个机器人放出去他自己就能够去做所有他要去做的事情，你都不用再给他任何指令，你只要给他一个目的，他就自己会去判断他的环境各方面，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差距就在。那所以你中共以后你的机器人，你要能够拥有这样一个自主的AI 的这样机器人，你就要去跟美国买这种算力，最后你就是还是被美国卡在那里对，这个差在哪里你知道吗？马斯克的 Cybertruck 他现在已经可以什么从东海岸一路自己开到西海岸对啊，没有人而且这当中呢他自己会去找充电位充电然后
完全由这个 Cybertruck 自己本身来自主控制。没错，中国说我们也有啊，不，中国那个是设定的，它只有在城市，比如这一条路，它先给设定好。没错，所以你看，中国又无人驾驶的车来接，那个都是在演戏，可以设定好了。对，美国是真的有一台车可以从东岸开到西岸，这当中在哪里充电，在哪里怎么走，它都算得清清楚楚。这个是当美国的自动驾驶已经成熟了，它一台才卖$25,000哦，不贵呢，不便宜，才70-80万人民币而已哦。而且它可以什么？它可以随时在赚钱啦，它随时就可以当做什么？这样对 Uber 嘛 ，Uber， 对，我这台车不是我开的，我坐去上班，这我买的车，我就上班，我在上班期间，然后他就开始到处去赚钱，帮你接单赚钱，自己接单，自己去载客人，自己赚钱，然后我下班了，再回来，再载我回去。那我要回家睡觉，他又在外面接单，这个世界变成这样了，各位啊！恐怖呀！$25,000一台啦，可能几个月就赚回来了。但你说那以后，那我们来买10台来做好吧？我就不用上班了，好不好？比挖矿还好。最近很多挖矿的人是吧？挖不到的嘛，因为挖矿越挖越困难，所以现在挖矿已经没有人在靠挖矿生活了。所以我在想哦。未来真的这个财富会重分配，并不是当医生的人最有钱，并不是当律师的人最有钱。我告诉你，因为时代整个都颠覆了整个现在的时代的一个发展嘛，未来应该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职业，然后这种职业你要赶快能够去掌握住这个契机，你就会10年了。马斯克10年内你的钱都不重要了，10年内不需要钱，真的很好玩的，因为他的所有的产品都会成本都趋近于零嘛，全部都是机器人在弄嘛。所以我就跟你讲啊，那个社会怎么维持，这个是可能很多人都没去想过啦，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啦。所以你现在再有什么技术啦，我医生啦，我什么发律师啦，我什么写骨头啦，我司机啦，我什么拢不好，反正我们做自媒体有效，因为我觉得你改变不了。你说我打算你可能被 AI 取代。AI 取代跟我讲的不一样啦，对吧？一定有不一样，因为我们人的价值还是体现这个嘛。对，至少他没有感情啊，我们有情绪啊，我们有感情，我们不光是可以讲科技、讲政治，我们也可以讲什么？讲哲学、讲宗教啊。一般的那个机器人要走到这个程度还远啊。尤其是我不讲啊，信仰这一块其实在机器人还是不行，因为他机器人没有思想，你知道吗？他只是在所有的 data 里面去找出来、抓出来吧。所以之前人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为什么中国发展不起来，你知道吗？中国有一个叫什么？他们有一个叫什么豆啊？他们豆皮啦。他们就是像我们那个什么 ChatGPT 一样嘛。可是他为什么没有人用？很简单的道理嘛，他给他限制的嘛，因为他怕你去问敏感的政治问题嘛。我就问你，连这个东西就用政治问题，就用这个来卡你，我就问你，所以中国为什么什么都发展不起来？因为它什么都为政治服务嘛。没错。那为政治服务，我就谁还用豆皮？你为什么用豆皮？那你知道它都被控制了是吧？那你说现在这个，比如说居民你的哈，他们就说居民来，居民你不管了，居民赖还是这些东西，人家是有所有全世界的数据，而且每天有数以10兆的什么数据在增加，他都可以从这边去找到资料。所以我不是讲，我前几天不是讲啊，这些东西进步的速度吓死你，你脑袋用力有怎样？我们观众很多人在用这个Grok 然后什么 Gemini， 然后什么ChatGPT 反而用的人现在少了，因为 OpenAI 他们已经什么第4代的他们发展不出来了。没错 ，OpenAI 可能会出事嘛，黄仁勋就从 OpenAI 的钱都撤出来了嘛。所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时代跳尾狼他找一个模式出来，对，他就能够赚钱啊！哪怕什么 OpenAI 之前我那大概喊个多厉害都多厉害你看在这一波的竞争他就输掉，对啊，有恐怖所以说世界最聪明的头脑都在搞这个东西。我们至少看懂人家在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引世界，但是我们知道世界未来会走到哪里嘛。我跟你讲，我刚好要看那个要懂的直播，真的因为他有时候都会讲一些比较我们以前都比较不会去
启发我们那种思维的事情哦，我就是常常看他，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方向。你看我现在对这个也都比较，我知道要怎么去找那些资料来看哦。以前在讲呢，小型的那个核反应发电有无？我嘛是听伊讲，我才知呢。你看我活到这么大年纪，我唔知有这个科技呢。哦，看我们节目真的不错，真的啊，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对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想，我开胡思乱想。我不是比你聪明，是我喜欢胡思乱想，所以我想的东西比你多。我想的东西我就会去找资料，所以我自己先破解我的疑惑，我就用很简单的话语让各位听懂嘛。你懂没去读，你懂不用读这个，我来跟你讲就好，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大家的价值啦。因为以现在这科技的发展哦，你一天不注意，你都会发现哇，不知道又飞到哪里去了。还有讲到伊朗这个，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我之前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看哦，世界上现在这种所谓的邪恶的独裁的集权的国家，俄罗斯嘛哈，中共嘛，算是比较力量大一点的，就是他们体量大一点的，其他的就是他们围绕在他们这两个邪恶的这个哥们身边的这个小的这个独裁的国家，就是委内瑞拉啦，那个什么伊朗啦、古巴啦，哦，那个北朝鲜啦，还有一些哩哩啦啦的有没有？还有那个白俄罗斯啦，还有很多啦。我跟你讲啦，你看这个整个世界这个形势在改变，反共的这种浪潮现在多么的汹涌，以这个美国为首，你看委内瑞拉倒了哈，而且那个倒都是让你在转瞬之间就倒了，都不是说哇那个千军万马登陆，然后给他打了好久的仗，然后把它消灭掉，都不是的然后委内瑞拉倒了，伊朗你看也倒了，我跟你讲，古巴其实也倒了。古巴现在他们是偷偷的在跟川普在谈判说，无你来甲阮入主啦，阮这间公司已经倒啊破产啦，你归去你来甲阮入主是这样，你知道这不是只有我们要进50州啊，多少人讲进50州啊，公民啊，那傻里傻气的，真的。这个国务卿那个卢比奥，伊都是古巴裔的那个因爸爸妈妈都是在古巴因都是去古巴独裁迫害嘛，然后才到美国去，所以他是古巴裔，所以他是对古巴特别的用心那我知道是现在古巴的是偷偷在跟卢比奥讲了，说你就自己人对不这个都破产了，什么都没啊本来还有一点那个石油是委内瑞拉来供应的，现在也没啊所以他们其实他们都已经投降了，说难听一点了。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整个这样看起来，俄罗斯啦，你看这块，当时号称什么世界第2军事强国，要去拍乌克兰，结果人在美国拍委内瑞拉是瞬间委内瑞拉倒啊，他去拍乌克兰拍几年啊？拍2年3年啊所以我跟你讲，其实俄罗斯也倒了啦，他也山穷水尽了啦连他的那个士兵都骑马在打仗了，你知道吗？他们是骑马出来的已经完全都没有那个机械的那个机动化了所以我跟你讲，川普他的偶像是共和党的雷根总统，他认为他跟他的朋友讲了他说我的偶像雷根总统在当总统任内呢，把苏联这个共产集权的国家把它解体了，对不对？所以美国人民怀念那个雷根对吧？为世界人民做了一个贡献嘛，就是把那个邪恶的共产集权国家解体了。所以川普他一直认为，如果我的偶像能做这样，如果我在我的任内能够把那个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共产独裁的国家就是中共嘛能够把它解体掉的话，那我就跟我的偶像就好像我的好朋友廖董的成就，我能够跟他媲美的话，我也感到与有荣焉，对不对？我跟你讲，真的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委内瑞拉、伊朗、古巴、北朝鲜，我想一个一个都得了的事情，我讲过来是要斗中共。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绝对不要被国民党因这顶枭郎把我们看得欧北乱塞。我们一定要挡住他们，一定要抵挡住他们我们自己要坚持在这里。我跟你讲，这个现在在比谁的气场嘛？中共的气已经很弱很弱了，已经要倒了。我们现在就在比嘛我们坚持民主自由，中共
要倒的那个日子哈，已经是指日可待。所以最近我们大陆的党员，还有我们在大陆中共体制内的那个所谓的红色的那个2代3代的，他们跟我们讲，叫我们喊出一句叫做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这不是我喊哦，以前我们都喊那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对吧？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喊这个，你们现在要在台湾向全世界喊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这是中共体制内的那个红2代、红3代，是因体制内的那些特权的家族，因认为中共要倒来，应该你嘛无信心啊，因叫富国党讲你那话呢，咱大概都是用中华民国，中共结束之后，大陆要走民主宪政的路，就是用中华民国，所以这个是他叫我们喊的，所以我们最近都在喊这个啊，中华民国统一中国啊，对啊，其实咱的党员我们的党员真的要包容啊，我知道很多人对复国党有意见啊，你要知道，因为他们的能量不在我们台湾了，他们能量在中国，在海外，所以未来大家互相提携，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啦，非常重要。而且我也知道啦，那个群里面我几乎每天都在看，我只是很少上去讲话而已。我跟大家分享啦，我知道这群里面一定有一些，我不敢说我们这群600多个人大概都是非常认同廖董的这个台美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因为我自己也有复国党也有很多群，对不对？也有很多那个不同的那个网络上的那个账号，我知道嘛。因为你没有办法审核群里面的每一个人，对不对？我跟你讲，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嘛，所以这里面我也怀疑是不是有共匪的假冒台湾人，对吧？有那个有的没的不熟狗的假冒，然后在那边故意在那边挑拨离间的我保留这样的一个怀疑啦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很多群里面我都有看过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要跟大家。跟我们有正义感的台美党的朋友讲，复国党的主要的工作，我们是在大陆，我们是在吸收大陆的我们的中华民国认同的这些同胞，我们要推翻中共，我们要把台湾大家台派很多朋友对中华民国很不喜欢的，我们要把它带回大陆去，是不是？大家不喜欢嘛，我把它带回去，不是也符合大家的那个想法嘛我把它带回去，然后我们现在不是遭受这个中共的这个武力威胁吗？对吧？这个中共这么的邪恶，对吧？完全不跟你讲道理，我们把它推翻掉了，我们把大陆恢复以前本来中华民国就在大陆，然后走民主自由宪政的道路，这样是不是对台湾是一个真正能够可大可久，可以永保和平安全的一个好方法？其实我们做的分进合进，我们做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我们目的其实都一样。而且我跟廖董一开始我就跟他讲，我是跟廖董多少年的朋友啊，我在北方，在大陆北方经商，他在南方经商。那时候我们两个在推民国派跟台派的团结反共一起推那个罢免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在那个十字路的路口，对吧？到了下班时间，一画麦克风，一画天网娃娃画。我都有想法嘛，而且我跟廖董讲，今天有这个真的是上天有神明给了我们台湾有一个机会能够发展一个台美党有一个台派的良性的竞争，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要把握住。而且我复国党，我一定会在台湾跟台美党是当兄弟党，我到时候我一定要到所谓国民党的这个蓝营的这个基层里面，我要去帮台美党做宣传啊，我要去帮台美党拉票啊，对吧？要去加入台美党，才会让台湾成为有个良性的政党政治嘛。复国党是要回大陆去把中华民国带回去，没冲突，你们而且我发现我们群里面很多朋友啦，规天都在那讨论中华民国，那讨论你骂国民党没有关系那个本来就该死的，去骂他。不要去讲什么中华民国的在大陆那一段历史嘛，跟我们台美党的台派也没什么关系啊，是不要去讲那个中华民国的历史，那个没有关系啊，那个我们复国党自己去处理就好了我们互相包容好不好？因为我在这个节目我也骂啦，我也骂孙中山了，我也骂蒋介石啦，人家他们也没反弹啦，对吧？而且我跟你讲。
我就跟廖董讲，我说廖董，其实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从小我们在台湾长大嘛，出生都是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候给我们的叫什么党国教育，对啊，对吧？国民党跟我们讲的中华民国的历史，中华民国在大陆的近代史，都是国民党用徛的伊的那个立场讲的那个历史观跟那个价值观。我说后来我是听廖董讲伊的研究这历史的资料，我才发现我恍然大悟，我发现我真的也是在潜移默化里面接受了国民党的党国教育，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后来我们跟大陆这些体制内的朋友，大家有共识之后，他们也告诉我们了，你们不要再用国民党给你的那种党国教育在看中国的近代史所以你看，我们再也不讲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们也不讲那个什么国父孙中山，我们都是讲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的那些英烈们，那是一群人对吧？一起大家努力，就如同我们那群人最多的是洪门，搞不好。对，其实当时真的就是洪门嘛，洪门是最大的主力嘛，就像你看廖董一直在讲台美党。我廖董只是一个小螺丝钉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们一定要说他多伟大，其实是他真的是起心动念是他一手弄起来了。你看他就是有那样的格局，那样的想法所以我跟你讲啦，刚刚我这2天我有看到群里面，还有刚刚廖董跟我讲的一些情况，我认为啦，好事多磨，我们用平常心去看台美党的这一条路他本来在走的过程中就一定都会很多的磨合我相信我们第2次在成立的时候会这个越来越磨合，然后那个理念就会越来越大家达到一个共识对吧？好，时间快到了，因为我等一下也会要开了我们3月15号要重新办那个什么创党大会嘛我们一切都重来。当然党员那个部分，那个党章部分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我们包括党主席都要重选。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这2天我会把这些东西跟各位解释清楚了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不好？好，今天先到这里为止，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